为什么几千年以来会有这么多人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呢？原来这不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在佛经当中有这么一本经书，里面不但说了你怎么样才能够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甚至经书上面还说你自己就可以通过修炼亲自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自己就能够亲证极乐世界的存在。嗨，大家好，我是大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可以看见西方极乐世界的神奇法门16观。关于这种可以让你亲眼看到极乐世界的方法，记载在这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当中。当然，佛经中的第一句话又是这句“如是我闻”，意思就是说，这本经书所记载的内容是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的亲传弟子他们记录下来佛亲口所说的内容和佛身边发生的真实的故事。那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将会提到很多玄之又玄的神通。一般人认为呢，这些就像是神话一样，应该都是虚构的。但是佛家却说，这经书记载的是佛陀真实的经历，佛是真的有神通的。这佛经记载的不仅是佛经，更像是一本记载着真实故事的历史书。而在这本佛经当中，主要记载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为1250名阿罗汉和32000名菩萨在佛教的圣山耆阇觉山讲佛法。那根据考古学家的判断，印度的这座山就是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讲法的耆阇觉山。那这座山呢，有一个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的名字，叫做灵鹫山。那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刚才这本经书上的第一句话，那释迦牟尼说他在为1250名阿罗汉和32000名菩萨在为他们宣讲佛法。那阿罗汉呢，是佛家很高的修行果位，他们已经断尽了所有的烦恼。阿罗汉死后呢，就涅槃了，永不轮回了。那菩萨呢，就更不用说了，再继续修炼呢，将来是要成为佛的，法力无边。而按照经书上所说，当时居然有这么多的阿罗汉和菩萨在世，那这句话呢就很有说头了。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啊，如果说佛家说的神通啊、佛力啊，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几乎没有人见过有神通的高僧大德呢？那在这本佛经当中呢，就有答案。在这本佛经当中，佛祖说，有他在世的时候，因为有佛在人世间，佛是有神通有神力的，所以说在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很多人在佛的神通的加持下，他们可以很方便的证到阿罗汉和菩萨，有这么高的果位。包括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故事里面，就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神通，甚至也记录了在佛的加持下，一个普通人是怎么突然就证悟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在没有佛的加持下，全凭我们自己去修行。那佛祖预言说，在他入灭之后呢，佛法将会越来越弱，甚至将来佛经连一个字都不会留下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佛祖早就预言到，只有极少极少的人能够修成大道。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少能够再见到真正的高僧大德的一个原因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佛经的故事当中。那这一天呢，正当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为大家讲佛法的时候呢，在灵鹫山不远的王宫呢，却发生一场宫廷政变。那太子阿阇世呢，就把他年老的父王呢，就抓了起来，想要杀了他篡位。但是直接弑父肯定名声不好，所以说太子呢就把国王关在了大牢当中，并且呢不许给他吃的，也不许有人去探望，意思呢就是想将他的父王慢慢的饿死。可是皇后韦提希呢和大王呢就夫妻情深，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奶酪啊、蜂蜜啊、麦粉啊就涂在了自己的身上，又往自己佩戴的饰品当中填满了葡萄汁儿。那这样呢就前去探望国王，然后在见到大王之后呢，他就刮下了身上的蜂蜜面粉给国王吃。而就在国王吃饱之后啊，心里面呢就更加的五味陈杂了，自己的儿子居然要杀了自己，可想而知他是有多么的烦恼。于是呢，国王就恭敬的合掌，向灵鹫山的方向五体投地祈祷释迦牟尼佛说，佛啊，我现在真的是太痛苦了，你的弟子大目犍连是我的亲友，请您慈悲，让他来用佛法来解救我吧。那么接下来有意思的事情呢就发生了。就在国王刚刚发出祈祷之后呢，大目犍连立刻就用天耳通听到了国王的祈祷，然后呢，他立刻就使用了神足通，眨眼之间，大目犍连就立刻来到了国王的旁边。而且不仅大目犍连来了，佛还派了他的另外一位弟子，一位非常擅长说讲佛法的富楼那尊者，一起去为国王说法开示，帮助他排除烦恼。那经过这样21天之后呢，国王不但没有饿死，而且因为他吃了皇后的食物，又听到了高深的佛法，不仅身体吃饱了，而且心灵呢也被佛法
所洗涤，反而身心安乐，容颜和悦了。而另一边，太子阿瑟试想呢，父亲饿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差不多快饿死了吧？可是，一问守卫才发现，国王不但没有死，而且在皇后和佛家僧人的帮助下，活得好好的。那么太子一下子就怒火中烧。不过呢，他一介凡人也不能够拿穆建连和富楼那尊者怎么样。于是呢，他只好迁怒于皇后说：“我的母亲竟然背叛了我，简直就是一个贼啊！”甚至他还拔出匕首，准备要杀害自己的母亲。还好此时太子被2位大臣劝住了，才收手。但是他呢，仍然将他的母亲囚禁在了深宫之中。皇后被关起来之后呢，也忧虑愁苦啊，身心憔悴，怎么也化解不了心中的苦恼。于是呢，他也像国王一样，至诚至敬的向灵鹫山、向佛祈祷说：“佛祖啊，我过去到底是造了什么罪业啊？居然生了这么一个恶子，我实在是太痛苦、太苦恼了。我一个弱女子不敢奢求能够见到佛祖您本人，但是我真心的祈祷，您能够派您的弟子穆建连和阿难陀2位尊者来与我相见吧，用佛法来救救我吧。”说完，痛哭流涕，泪如雨下。然而，当皇后尚未抬头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大目犍连和阿难陀立刻就用神足通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再次强调说啊，我们这样听呢，很多人认为啊，这就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佛家就说呢，这些神通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故事，这些都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今天的重点就来了，皇后就说：“佛啊，我再也不想住在这个污浊罪恶的娑婆世界了。恳请佛陀教我去往清净的刹土的方法。”那接下来佛经描述的就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仔细了。当佛陀听完皇后的祈祷之后呢，立刻就从佛的眉眼之间放出了金色的白毫光。那说到这个眉间的白毫光，在我们大同云冈石窟的很多大佛的眉间呢，本来都嵌入很大的宝石，可惜呢，这些宝石后来都被人偷走了。那这些宝石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佛经中这样描述佛眉间放光的这种神通的画面。而且佛经当中说，这个佛光呢，它不是普通的阳光，它的能量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佛经当中说，这光啊，直接就照遍了十方无量世界。意思就是说，不仅照亮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还把其他佛所创造的所有的佛创的世界全部都照亮了。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这光不仅把我们这个宇宙照亮了，而且就连其他所有的平行宇宙也全都被这个佛光全部照亮了。然后更有趣的是，这个光从佛的眉眼之间照出去之后，又回到了佛的头顶啊，变化成了一个金台。这个金台长得就像佛经传说当中的须弥山一样。然后重点就来了，这个金台呢，就像我们现在的裸眼3D 的投影仪是一样的，它就把所有佛创造的世界全部都投影了出来。那这些佛国呢，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完全不一样。有的佛国尊贵异常，有的佛国清香洁净，有的佛国呢就像天宫一样快乐无极。反正各种各样的佛国在佛陀神通的加持下，全部都展现给了皇后和她周围的侍卫啊、宫女啊，这些凡人全部都看到了。但我第一眼看到佛经中的这个记载，就非常的惊讶，就感觉像是这佛祖释迦牟尼呢，就像是一个高纬度的一个外星人一样，突然用一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高科技展示给我们看。所以说佛经当中记载，这皇后和旁边的宫女侍从看到这样的景象，全都吓坏了，全都跪下，五体投地，对佛祖是顶礼膜拜，从此对佛家是深信不疑。另外，就在佛祖在为皇后示现佛法的时候，国王虽然被关在其他的牢房当中，但是佛的光芒呢，依然照到了国王的心上。所以说，在佛祖的神通的加持下，国王这位凡夫立刻就修成了阿那含的果位，立刻就进入了初禅之门。那我们之前的视频曾经聊过，现在人很多人苦苦修炼一辈子，可能都进入不了初禅，但是在有佛祖示现的那个年代，在佛祖神通的加持下，立刻就进入了初禅。所以说2500多年前，对于佛家的修行者来说，那简直是修行最方便的年代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皇后这边。当皇后目睹了许多的佛国之后呢，就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这些佛土呢都很清净，又很有光明。但我现在呢，就特别的希望能够往生到阿弥陀佛所创造的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呢？”佛祖就说，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就3点。第一点，要多做善事，要造善业；第二点，就要皈依佛，不要犯佛家的那些戒律。当然，佛家对于在庙里面修行的出家人来说，戒律确实是很多，也很严格啊。但是对于在家修行的普通人来说，佛家的戒律呢，并不算出格，对于想要修行的人来说，完全是能够接受的。那么第3点就是今天的重点，普通凡人根本就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那
我们还怎么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呢？所以说第3点就是要自心自诚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那么今天的重点就来了，佛祖呢用神通已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画面已经展现给了皇后和众人看了，那皇后和一旁的众人亲眼见到，所以说他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完全相信的。但是皇后韦提希呢就对佛祖说，佛祖啊，像我们现在这样依靠您的佛力的加持，在你的神通之下，我们亲眼目睹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是深信不疑的。但是等佛祖你灭度之后，那其他众生那没有你的神通，他们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又怎么会相信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呢？然后佛祖就说，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已经预见到了，将来的末法时代，佛法呢就会越来越弱，而正好借着今天的这样的机缘，所以说我现在向你们传授一个特别的法门，叫做16观，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好好的传下去，将来众生只要是按照这个法门好好的去修炼，即使不用佛的神通的加持，他们自己呢也能够亲眼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他们就能够有更加好的信心呢。那这16观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观想，那这个观想呢就和我们佛家所说的禅定呢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安静的坐下来，心里面想着西方极乐世界，你想着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呢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观想着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七宝树、微风、水，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带着佛力的七宝树、风、水就会真的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佛祖说，只要是你自心自诚的观想，你就能够像皇后一样亲眼看到真实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你可能会说了，我没有见过西方极乐世界，我怎么能够观想到那里面的画面呢？再说我凭空想象的画面，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画面？只是这样凭空想象就能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也太不科学了吧。不过呢，这就是佛家的神奇之处。佛家说啊，这不是不科学，只是现在的科学可能暂时还不能够解释而已。所以说我们在详细聊具体怎么进行16观之前，先聊一聊佛家为什么会说你只要自心自诚的凭空想象西方极乐世界的画面就会真的出现在你脑海当中，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呢？那在佛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佛，不管是燃灯古佛还是释迦牟尼佛还是阿弥陀佛，他们都是法身。什么是法身呢？也就是说，真正的佛啊是无形无状，佛呢可以在整个宇宙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存在。当然佛肯定可以存在于你我所有众生的心里面的。另外佛家说呢，我们所有人都有佛性，我们本来都是佛，我们本来都有神通，哪怕我们和阿弥陀佛相距再远，我们本来就有可以和他进行远距离心灵感应的这种神通。但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在这个六道之中，我们的佛性被妄想执着蒙蔽了，我们所以说变成了凡夫，所以说我们没有了神通，我们不能够和阿弥陀佛进行远距离的心灵感应。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说，要进行16观，就是要让我们静下来，抛弃妄想执着，让我们的佛性显现出来，我们自然就可以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说这16观呢，不是让我们越学越多，而是要让我们在这个16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做减法，减掉我们的妄想执着。这就跟老子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说法呢非常的类似。老子的意思是，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努力使得自己一天一天的增长学识，这就是为学日益，要越学越多。但是对于求道的人来说，那就正好相反，就是要让自己的妄想执着一天比一天减少，那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无为的境地，返璞归真。那这一点佛家和道家的观点呢可以说完全的一致。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聊一聊第一关到底该怎么观呢？那这第一关呢叫做日观。佛陀说，所有的众生差不多都有眼睛，而且也都看过太阳吧。所以说第一步释迦牟尼佛呢就要我们端身向西正坐，然后专心观想有一颗像悬在半空将要下山的太阳。而且呢这里最重要的是呢，你的心念就要定在这样的影像当中，这个太阳呢永远不会落下去，也不会升起来，它就悬挂在那里。当然呢你在观想这个太阳的同时呢，难免心里面就会出现其他的杂念，比如说可能突然想到了一个美女，又可能你会突然想到今天晚上该吃什么啊，又或者是想到其他工作方面的其他的事情等等等等。不过首先你要明白的是呢，
出现这样的杂念呢是很正常的，你呢千万不要介意，也不要埋怨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够专注下来呢？你不用太多的理会。就像之前我们在《成为天才的秘密》里面所聊到的猴子思维是一样的，这些杂念呢就像是叽叽喳喳的猴子一样，你不要想着怎么去赶走他们，因为只要你想着赶走他们，他们就会更加猛烈的烦你。所以说心理学家说，你越想赶走猴子就是越蠢的行为，他们称这个行为叫做喂猴子。你越想赶走他们，他们叫得越凶，你就更加不能够专心下来了。所以说正确的做法是，杂念出现了不要介意，我们和他们和平共存，只要尽可能的把心念留在太阳的影像上面就好了。这其实呢和正念冥想的道理呢是一样的。然后呢你就这样不断的练习，久而久之，杂念呢就变得慢慢的越来越少，太阳的影像呢就会越来的越清楚。这就是第一关，叫做日关，也叫做出关。大家是不是在想啊，这第一关也太简单了嘛，不就是想象一幅日落的景象而已嘛，还有什么难的呢？赶紧说第二关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瞧的这第一关，有兴趣的呢你可以自己试一试啊。刚开始观想的时候呢，别说定在这样的画面当中，甚至那一轮落日的画面呢，久久可能都不会出现，更别说要一直定在这样的画面当中。而且最后的出关呢，是要做到无论你是睁开眼还是你闭着眼，甚至你还在和其他人说话，你还在工作，甚至你还在睡觉的时候，你心中依然还有那轮太阳的信念。那这个太阳呢，要清清楚楚、如如不动的一直呈现在你的心里面，这才是真正的做到的第一关，叫做日想。另外呢，根据佛学家南怀瑾先生所说，你千万别小看了这第一关日想，即使是在这第一关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神通。很多修炼的人啊，都说啊，他们在第一关的时候呢，就预见到了未来将要发生到的某些事情。也有些人呢，看到了很久以前，甚至是上一世你根本就不记得的事情。但是大师却多次强调说，千万不要沉迷于这样的小神通，因为你越是沉迷于这样的小神通，你就会忘记你最终的目的，你是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观想，你是要观想到阿弥陀佛，你是要观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当然你说我就是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是对神通比较好奇，我就是想用第一关去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神通。其实呢你也可以试一试，因为这第一关呢虽然是最初级的观想，但是它却是最难的一关。因为当这个第一关之后呢，后面第二关水关大概的内容啊，就是去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啊长什么样子，第三关呢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长什么样子，第四关呢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长什么样子，等等等等，一直观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等等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景象。只要你第一关真的可以做到那个太阳的心念如如不动的在你的心里面，那后面的观想呢其实就非常的容易了。就像道家修炼成仙，第一步就是百日筑基，第一步呢就是把基础要打好，迟早呢将来你就能够亲眼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长什么样了，你也能够看到那里的阿弥陀佛和菩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只聊这第一关，但是呢从这第一关日关当中，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些有趣的地方。这16关呢是佛家当中净土中的一个法门，然而呢在特别讲究戒律最深的律中呢，他们在睡觉之前呢也有一条特别的法门，那就是也必须要观想日轮。另外呢最神秘的密中有部大日经，里面的修炼方法呢也都是以观想太阳为主。而且除了佛家，道家同样也有观想日月的法门。为什么他们都要不约而同的去观想太阳呢？有人就说啊，这其实和光有着很强大的关系。有人认为观日观久之后呢，就会引发出我们本性的光明，这种光明呢可能就是佛家所说的佛性。这个光明呢可能就是我们在道家修炼成仙那期视频里说到的精华啊，道家说的性光，是外国人修炼之后看到的那个曼陀罗花。其实不管是在佛教、道教、基督教，在任何的宗教当中，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宗教对光都特别的着迷啊。基督教也说天使啊、圣灵啊，他们都没有身体的，他们就是光。但上帝呢更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伟大的光芒。所以说啊，修炼这第一关日关，不仅是能够亲眼见证西方极乐世界的阀门，而且呢很有可能它是能够打开其他神秘世界的通用的钥匙。所以说想尝试一下嘛。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将来有机会呢我们再慢慢的聊后面的15关吧。